五眼联盟称中国对西方进行了政治渗透，其实无需反驳，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看到《环球时报》上一篇文章，说五眼联盟要诋毁中国形象，他们说中国对西方进行政治渗透。然后呢，《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对五眼联盟进行了1300多字的大当量谴责。就是我看了看文章，其实也没有说中国没有对西方进行渗透。那么这个事儿呢，要我说根本就不用反驳，因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渗透，倒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呢，我们应该还回应一句，中国做的都是对各方都有益的交流，对各方都有好处。你们五眼联盟要是能够好好学习和了解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加深和中国的互信了解，又不痛苦还能快乐。现在恰恰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太抵触，而我们做的输出远远不够。其实五眼联盟所谓的政治渗透，是在说跟中国经贸往来过程中，他们一些个商业机构为了确保商业利益，在选举过程中还有日常生活中选出了一些非常有利于跟中国进行贸易的议员或者是地方官员。其实呢，既然要跟中国开展经贸活动，那必然要在经济上、文化上跟中国交流，而这种交流过程中，价值观也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所以，如果说这个就叫政治渗透的话，那么政治渗透自古以来就是必然的，而且是相互的。比如基督教现在传播到全世界，不就是一种宗教和政治渗透吗？欧洲的政治体制传播到这么多国家，不也是政治渗透吗？欧洲那些国家现在可能是有一种担心，就是在文化和价值观交流中，他们慢慢失去了过去的优越感。以前习惯了可以指点要别人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现在发现中国人开始在他们国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能让他们的国内政治倾向发生一些偏转，所以他们想要刻意的夸大这种所谓的政治渗透，目的呢是给他们国内选民制造一种逆反情绪。欧洲很多人判断问题是凭情怀而不是凭理智的，他们只要听到一点所谓的政治渗透，就会认为是中国干涉了他们的民主，然后就会群体性的对我们无脑反对了。其实他们的紧张也恰好说明一个现象，一方面政治价值观的输出多数情况像水流，就是从高处向低处流，从国际社会的高位向低位流。比如说过去有个阶段，美国对中国价值观输出还挺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科技各方面和我们比优势很明显啊，所以很多人就愿意相信那个美国梦，并且把美国当时的成功原因理解为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的。而现在西方认为我们对他们有政治渗透，恰好也说明中国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已经在他们的社会内部产生了影响。比如如果中国是孱弱的，他们才不会在乎孔子学院，只会把中国文化当成一种猎奇的收藏品。但是他们现在的敏感说明我们的实力发展已经有可能在方方面面影响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呢，这也说明我们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水平还远远跟不上我们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我们展示自己价值观的方式还容易引起西方一些老百姓的抵触。这除了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实力给全世界一个更强大中国的印象，也需要通过更灵活、更艺术、更有感染力的手法，把这个强大印象变成全世界的中国梦。所以光是对五眼联盟进行反驳，倒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还不如让我们的价值观输出做得更出色。好，关于五眼联盟所说的中国向西方进行的政治渗透，到底要怎么继续下去？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